隋朝统一天下之后，一个问题摆在统治精英阶段面前，在东晋16国和南北朝的众多割据政权当中，究竟谁才是正统呢？建立隋唐的英雄们自己身上就有个胡人部落的血脉，但又要奉衣冠华夏为正统，所以在晋书当中有一个创举，就是对那些不符合尊王攘夷的说法，但又确实在历史中成就一番霸业的所谓的蛮夷，采用载记来记录。晋书卷140载记第4就是石勒的记载，当然载记第1是我们大汉的皇帝匈奴的单于刘渊。石勒毕竟也是后赵的开国皇帝，所以本着为传主美化的立场，石勒的发家前的历史充满了晋书魔法目录的意味。石勒降生的时候也被史官安排了皇帝才有的待遇，天降异象，说他出生的时候屋子里面突然布满红光，飘出白气，好像那个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青春期的时候，石勒跟着乡里人去首都洛阳跑生意，闲来无事靠在东门上长啸。我想了很久，实在是想不出长啸是一个怎样的动作，以及石勒为什么要在洛阳东门发电。但是这一幕好巧不巧被后来的太尉王衍看到了。王衍听了这个长啸，觉得石勒不一般，给左右吩咐说，刚才那个直歪乱叫的胡人小子，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他有旗帜，将来恐怕会祸乱天下，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可惜侍卫赶到的时候，石勒已经走了。当然这段大概率是被编排出来的，倘若是真的，几十年之后王衍在自己生命的尽头就会恍然大悟，不光石勒的声音很奇怪，他杀人的爱好也很奇怪，自己就是被这个胡人小子用板砖砸死的。毕竟当皇帝的人从小就应该格外突出，尽管是个奴隶，那也应该是个突出的奴隶。比如石勒为部里的群狐们所爱戴，比如石勒自家地里长出来人参，个个枝繁叶茂，比如石勒下地干活的时候，总能听到远方一阵一阵的脚鼓争鸣，仿佛置身古战场之中。回家告诉他妈妈，母亲大人说，傻孩子悠着点儿，你看你种地种的累得都耳鸣了。西晋太安年间302年，滨州发生严重的饥荒和动乱，本来就身世凄惨的石勒由此便开始了颠沛流离、流浪江湖、被卖来卖去的悲惨生活。302年这一年，正是司马雍、司马颖的军队包围洛阳，对城中的司马懿展开猛烈冲锋的那一年。远在百里之外的小奴隶石勒暂时还顾不上朝野变动和天下格局，眼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下一顿饭吃什么？大饥荒导致与乡亲们走散之后，石勒准备从雁门出发去投奔故人，恰逢北泽都尉刘坚正在大肆抓捕胡人，准备卖给诸位藩王到军营里充当苦力。幸亏石勒被人藏起来，这才躲过了官兵的搜捕。这是石勒第一次逃脱。继续逃荒的路上，没吃的没穿的，石勒即将被饿死，他实在没办法，随便在途中拦下一个人，不停地给他磕头，一边磕头一边哭，说自己又冷又饿，求大老爷给口吃的，给口喝的吧，不然真的活不了了。被拦下的人叫郭靖，他看这个小奴隶这么可怜，又难过又悲伤，于是把自己的货卖了换成钱，含着泪给石勒买了点吃的和衣服，这才保住了石勒的性命。这是石勒第2次死里逃生。然而石勒先生并没有对黑暗的吃人的旧社会发起冲锋，此时的他选择打不过就加入。他给郭靖说，现在到处都在闹饥荒，各胡人部落都面临着严重的饥饿，对粮食的需求非常渴望，咱们应该打出旗号，引诱他们去寄手求食，然后给他们都抓起来卖了，这样岂不美哉？背叛了自己阶级的石勒先生很快就开始参与买卖奴隶，但是不好意思，不是他买卖别人，而是他又被别人给抓起来给卖了。当时建威将军严粹、滨州刺史司马腾在自己的辖区大肆抓捕胡人，减压到山东、河北各战场充当兵力，石勒就在其中，并且石勒的遭遇很悲惨。官兵们把2个胡人绑在一起，用1个枷锁套牢，一路上是又打又骂，经常克扣饭食，如果病死了、饿死了，就直接把尸体扔到路边。石勒大约是身体素质好，最后竟然活着被卖到了山东，在持平的石环府上继续做奴隶。在这儿需要停顿一下，有一点我们务必要做到心中有数。一直以来都有人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但是必须要看到，许多年之后，
石勒和羯人的最终起事，或者说造反，本质上不是因为汉羯之间的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普通汉人群体并没有对羯人石勒做出多么过分的事儿，而是他们的父母官们，比如整个滨州权力最高的领导者刺史司马腾，堂堂大晋朝廷建威将军严粹，北泽地区的司法负责人刘坚，是本应吊民伐罪为民做主的他们，在没完没了的折腾、剥削、奴役、买卖民众。尽管史料中没有提到这些官老爷们直接买卖汉人，但是当官军说你是胡人，你就是胡人，说把你卖到山东就卖到山东，你又能怎么样呢？连自己的子民都卖，此情此景，大英帝国的非洲三角贸易见了司马家都要直呼内行。话说回来，卖给石欢之后，石勒身上又发生了一大堆封建迷信的言论，比如有一老妇说石勒面相清奇，以后必定做人主。比如现在下地干活，不光自己能听见脚骨之声，其他小伙伴也能听到了。比如有人把这事儿告诉了石欢，石欢从一堆奴隶里面找出石勒这个小伙，左看看右看看，觉得石勒面相确实很奇怪，最后免了他的奴籍，放石勒成为一个 free man。 石勒虽然自由了，可是还是得找点营生，找个安身立命的事儿做做。石欢家旁边就是一大片马场，马场的主人吉桑经常来往于石欢的家，时间长了，石勒靠着一手相马的本领开始给吉桑干活，好像日子终于平稳下来了。但这世道属实是要把人往造反方面逼。石勒好好的在河北邯郸地区跑生意，结果又被一股子散兵给抓起来，关到囚车里。幸好一群鹿从旁边经过，官军们把奴隶绑好了扔在一边去追鹿，这才让石勒再次逃脱。这已经是石勒先生第4次死里逃生了。再次重获新生的石勒先生终于明白了，这黑暗的旧社会啊，与其逃避和隐忍，倒不如站起来把它打碎。在这场伟大的斗争当中，无产阶级丢掉的只有枷锁，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石勒联合10几个在乱世活不下去的兄弟，号称18旗，落草为寇，打劫来往官商，并跟吉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简单来说，石勒在乱世当中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班底和人马，虽然只是可怜的18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泰安3年304年8月，河北地区有了大的变化。在邺城都督冀州诸军事的成都王司马颖被王浚率领的鲜卑人大败，成都王司马颖带着皇帝连夜跑入洛阳，王浚则进邺城烧杀抢掠一番之后回到老巢幽州，而邺城、冀州、河北就这样被空了出来。这时候的朝廷格局只剩下西边龟缩在关中的司马颙和在东边联合了滨州司马腾、幽州王浚的东海王司马越。4个月后12月，司马颖在长安被废除皇储的地位，只保留成都王的封号。此时的冀州反正已经被司马越集团攻占并屠杀了，于是司马颙做了个姿态，顺手把冀州和邺城的军队职务给了司马越集团的司马模。实在司马颖被废，河北方面撕之，这一撕就撕出来了动乱。转过年来，司马颖的故将公师藩等人聚众起事，自称将军，在清河舒县起兵，发兵名义是迎回司马颖，人数有上万人。公师藩的起兵也给了石勒机会，吉桑和石勒带着上百匹良马作为原始股投奔了公师藩，正式参与到西晋的内战当中。吉桑作为汉人地主阶级，带资进公师藩的部队，获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地发现，自己手下这个能干的胡人小子竟然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一直按照羯人的习俗叫他小名福勒，现在当官了可不能再这么叫了，于是第一次给他取了一个正式的汉族名字石勒。如果人生像一场电影的话，那么石勒拥有他名字的那一刻，或许就是他最终成为后赵高祖明皇帝的关键篇章吧。公师藩认为邺城是成都王司马颖的邺城，是我们的邺城，而不是你司马越集团的，因此公师藩的主要进攻方向就是邺城。原成都王帐下以公师藩为代表的楼泉、郝昌等人率领部队没完没了的袭击和骚扰邺城。邺城和许昌是攻魏经络的2处关键所在，为了保卫邺城，司马越征召苟晞作为支援。这个苟晞是个名将，也是个叛徒，
是个杀人魔，人称屠伯。他将在永嘉之乱中展现自己的风采。石勒正是在跟随公孙安的过程当中，逐渐开始跨越阶级认知壁垒，逐渐成为一个能带兵打仗、眼光独到的将领。当然，他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是对于石勒来说，有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已经完成了。当年自己几次活不下去，都是因为官军把我们这些胡人当成牲口，肆意抓捕买卖，其中又有时任滨州刺史的司马腾。如今吉桑和石勒攻占邺城，并斩杀司马腾，也可谓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了。至此为止，永嘉之乱的几个主要势力和人物已经纷纷上线了，大晋最后一次轰轰烈烈的首都保卫战也即将上演了。最后，我们依照惯例再来个阴暗小故事。后赵高祖明皇帝石勒的引路人、老领导、亲密战友吉桑先生，年轻的时候孔武有力，声音洪亮，当年的小伙伴都很信服。更难得的是，他发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石勒这个奴隶，是石勒翻身的重要环节，也可以算是石勒亦师亦友的人。但是吉桑也绝不是什么神明大义、侠之大者，实在吉桑残忍少恩。6月酷暑，但他非要待在铺满褥子和皮草的屋子里，也不怕捂出痱子。天气很热怎么办呢？吉桑毕竟是一方土豪高级将领，在自己管辖之下，最不缺的就是奴隶，只需要选10几个侍女给自己扇扇子就好了。同时，奴隶只是吉桑的自己私产，吉桑可以任意处置，只要他感觉到一点不凉快，便会当即斩杀侍女，一直杀到让自己凉快为止。这种恐怖罪恶的行为激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当时人们传唱一首歌，叫做士为将军何可休，6月重阴披报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那么请问，吉桑的行为是民族矛盾还是阶级矛盾呢？ Over